没怎么开，我现在要花1-200万去换个电池，我自己可能没有能力修好它。第一个是上来就说6万块秒杀，然后我就跟电池做一块，那时候我就说你不该皮摔坏了，我都不回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呵呵呵 Racing 的 Steven，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硬核维修的小故事。金大师最近做了一个可能全球唯一的硬核维修，我们遇到一位迈凯伦 P1 车主，车辆显示动力电池故障，维修过程可谓一波三折。一开始是什么故障？这电池用不了，就是发动不了，高压冲不进键，而且外面当时客户问我能不能修，我说肯定能修。我那时候是不懂得去很委婉的去说这个事情，我就当时我也很笃定啊。肯定能修，揽了这个活，收的好，手收了7、8斤。既然是电池故障，大师开始拆电池，但是电池拆开后傻眼了，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点，又没有控制板的相关原理图。但凡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，我也能好修一点。什么都没有，我自己可能没有能力修好它。我找了上来的第一个师傅，上来就说6万块秒杀，我很开心的，我说给你，钱就打给他了。修了1个半月，把我的一台 BMS 板子修得面目全非，我是一个个的去给他再做复原，把原先芯片的能有数据都全部用抄编读出来，保存好，把他的板子修复完之后，再把数据导进去。就是我到再给他擦屁股呢啊，擦完他的屁股，我才开始修，修了我1个半月没修好，上来就跟我说秒杀。我秒杀了。紧接着，大师又找到了一位广州的维修师傅，自称之前有 P1 电池的维修经验。反复确认后，大师决定带着电池开车前往广州。我去修电池 ，P1 的电池。到广州应该会经过江西段吧？那在那边在修路啊。我去的时候超级无敌大爆，旁边的大货车也不管你，挤着你走，那个水大概有。估计到脚踝了，这么深。我的车子一过水坑就弹方向，就很危险。那个大货车也不管，那个水浪就把我车子一直往墙上拍，前后望不到边的大货车，我就一路就看那电池有没有坑坏，一路在颠吧，那个路修的坑坑洼洼的，一路颠，我就看电池有没有摔坏。然后我就跟电池做一块，那时候我就说你不该皮摔坏了，我都不回去。就是这种情况。我在出发前，我问了广州那家店，我说老板，我说我出来一趟很不容易，1500公里，我说你一定要确保你能修好。他很笃定的，过来了，保证帮你修好。搞笑的就是他们一顿拆完之后就不管了。我说你们现在是什么想法？他说没有看到问题。我说那是我说你们以前也修过这个问题的吗？他说我们以前修的跟你的问题不一样。我说哥，我说我这个问题应该比你难几十倍上百倍。我说什么都是好的，我说电池排线这些所有的基础，我在出发之前我都已经测量过了。我说好，我再测量一遍。我说那行，也许你不相信我的专业，还叭一顿长，大概1个多小时，这边告诉我没问题。哦，他说你这个 BMS 在上海必修过。我说对，我来时候就跟你说了嘛。我需要把你的看一看。他说有一个什么处理器的管子，他说装反了，他说我帮你调换了一下。我说是这个问题吗？他说我不确认，你回家试。我说哥，1500公里了，就这么来回开，谁受得了啊？我已经不睡觉了。他说你先回家试，对吧？你告诉我结果，我然后给你远程。我说好，电池接上去一发动，任何故障都没有改变。一直发不起来，你就当时就很崩溃嘛。我说这个东西怎么搞？他说你这样吧，我跟你去找板子。我说行吧。他说那个 BMS 要18到20万一块板子，我想我自己再研究一下。就这样结束了。每一次找到自称能修 P1 电池的师傅，都感觉找到了希望，但是一次次失败已经让大师彻底失望了。最后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了，去各大网站上自己寻找维修资料，再看看海外有没有维修案例。在 YouTube 上找到了 Rich Rebuilds。所有客户说他能联系到他的时候，那是我最后的一丝希望。就是那时候一夜都没睡觉，客户他一定能帮我。因为这哥们儿在干嘛？YouTube 上面都给他留言了，他都问你，因为人家很大的网红嘛，粉丝啊，他也看不到这些消息。后来客户联系到他最后告诉我，他也修不了，就崩溃了。他是修什么的？他就是专门修电池的。啊，他有一台特斯拉，把特斯拉的电池拿掉，塞了个内燃机发动机进去，就是他搞。啊，最早他干的。那时候就想着自己
一点一点学半导体，一点一点的去做一些测量。做技术的人崩溃的时候，就是我不想修了，绝对不会再动了。这是装了学员客户投资。大师嘴上说着自己崩溃，实则还是在边自学半导体知识，边在逐个控制板排查故障，终于找到了故障点。我那时候是在外面吃饭，我朋友说，我让我把东西拿出来，我说给我朋友，我说你把它修好。我先看看有卖的。他说这个东西一个标识都没有，所有的人都问我了，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后来我就说我去美国那边关我那个网上看一下，一看这个应该是个反正是个小型的反正一个小零件嘛，这个东西也必须在美国买，所以我就换了嘛。我说买国内没有，有卖才能这保，就是当时都崩溃了，就是即使你能找到这个东西，他都不卖给你。咱们能不能修？他说我不敢搞，他这个搞坏了妈的买不到就很尴尬。我说等着我回来，里面有无数的丝线，肯定是比头发丝小细几十倍那种，眼睛都看不见。我后来我得亏有个华为的那个 Mate Pro， 你知道吧？它那个微距贼牛逼，我一拉开，我说这个丝线能焊吗？你跟我朋友说，我他妈看都看不见。那时候也没有显微镜，知道吧？我说那就凭本事吧，焊啊就焊，然后我给他扶着，我给他拍照拉大，他就一点点一点点怼着个细焊，太细了，焊了1个小时，2个人焊一头焊，就2根线断了。最后修好了这个零件，修没修好我们能测量出来吗？测量出来，OK 了，说上去那时候就上，今天晚上成功了，我说这也不过如此啊，30天就搞出来了，长期干只是少了1个故障码，一共有16个故障，刷1个。我操，怎么会这样？然后就又拆下来。学这个故障啊，当你把这第一个点的故障码找出来之后，你就慢慢的了解它的工作逻辑了。根据经验来说，这个方波波形肯定不对。然后我当时找了个伙伴过来一起帮我弄嘛，他说我不懂波形，你觉得不对我们就换。我操！我说我没有对比啊，我说这个我怎么知道对不对了？我说这个是什么看信号我也不知道，我猜吧应该就是传送普通的 K 看那种级别，隐性电压、显性电压都符合标准，不行的毛刺啊，有点畸形感，不特别多。我说我不知道对不对，然后我朋友说我不懂，你是专业的对的。我说我感觉不对，当时啊这一组波形刚好是控制充电高压充电这一块，高压充电刚好充不进去，会不会是高压系统充不进电？会不会是因为这组波形出问题？出在哪里来？你都不知道它从哪里过来的信号，传给谁，怎么传的，对吧？你要去分析，去研究它吧，然后就找。看的处理器那个芯片，每一根线在板子上面去找，找了一半我们又崩溃了。这是个3层板，中间那一层看也看不见，你知道吗？夹在中间。3点18分，下班。P1，我修不好你了 P1。狗子，回答我。就光那个看这个数据，我们处理了应该有小3天时间，一共是4组的看，缺一个都不行。然后就4组看，其实都有问题。刚开始慢慢去找了3、4天时间，就那通宵最多的一次，连续2个晚上通宵加3个白天。就这样，10几个电池故障码挨个排除，最后测试电池能不能充电。上了电池，成败在此一举。修得好5万，修不好150万。开始充电。可以拔了。正常到这里就是车辆过检过不去的嘛。对。看看是跳什么东西。至此，电池的故障都已经解除，但还是碰到了高压电无法下电的故障码。搞完瞬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没有成就感，因为还没修好。对，整车复原，把电池放在旁边，我们接电之后发现故障码没变，这一次次的崩溃，一次次给你很大的希望，就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，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。你说修成这样，你说作为一个我们搞车子的人来说，1次2次你可能能承受的程度，就持续
20来天都这样的，就会崩溃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会崩溃的，就把自己修的有点没脾气了。我那天我还跟小张我说今天晚上我就买几炷香回来，烧一烧拜一拜，看能不能好。其实它的故障是在12块采集板中2-3个芯片中的一个，72组乘以8啊，乘以12，72乘以12，就将近1000组线嘛，都是排线，量排线。很细的，下面的那个温度信号的采集板那个排线更细，跟头发丝一样的，眼睛都不准，插不准就完了。所以你像那个排线，我跟我朋友两个人顶着手不抖的情况下，这1000根排线测量了应该有5个多小时，一刻不停，重度使用 DeepSeek 修迈凯伦，就这么扫，这么划。就干嘛的？问他啊，关于故障码 BMS 基础的一些问题。对，嗯，就是你比方我没有拆之前嘛，嗯我测量看的那个波形，就跟你说的那这个种毛刺，不对。我那时候是不太相信我的判断是对的，我总觉得这有毛刺有一点点是正常的。嗯后来我找到这个毛病之后，我才发现这波形后来我不做出来了吗？多漂亮，一丢丢的毛刺都没有，它的显性电压非常的标准。然后我就觉得牛逼，找对了。找对了。其实慢慢用万元表啊，或手仪做基地测出来，芯片错了，芯片击穿了，对吧？然后第二天换。第二天我就因为当时没有芯片，我就买，到处买修车买芯片，芯片。那你这个芯片手吸焊上去，对，芯片。哦，好，我们是把高压电修完了之后，嗯能发动能开车，但是会经常熄火之后发动不起来，它会 MC 报什么飞宁，什么高压电系统故障。飞宁其实很吓人的，飞宁的故障就是我只是说在麦肯龙的解释啊，高压电下不去，下不了电，而且偶尔会报一些正极一些什么高压系统故障，很吓人。所以我们试完车能发动，我们确保了电池组这一块没问题，我们就往 MCU 上面转移嘛。后来那晚又一个通宵，要把 MCU 拆开，又研究 MCU 研究一通之后找到问题了，装上去合上去。这个 MCU 也坏了啊 ，MCU 现在修好了，现在开始组装。周大师已经开始打胶了，然后再给它盖上就好了。原来是早上我一个人，我把电池架好，我就在那儿试无数次的开关试，无数次的诊断，看这故障还跳不跳，没有了。然后我就很笃定的5点钟睡觉，睡到8点钟，睡不着，我又兴奋知道吗？等到他们9点钟上班，电池装上去试车。我的妈呀，出来了！一把就成功了。那时候才有成就感，全部都搞定了。我跟客户说，客户也很开心。客户在美国那也不止100多万，如果 MCU 加电池的话， ，MCU 应该是70万左右人民币人民币，然后电池4S店的官方报价是147万，220万220万。 ，220电池加人民币，上海一套房，3-4线城市能买好几套房。这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修神车迈凯伦 P1 高压系统的案例。接下来我们可能分享更多硬核的修车案例。来。